你可曾有想过，我们这个肉身其实只是为了让意识存在于三维空间的一个载体，而意识才是真正的主导。如果把人比作成一瓶水，瓶子只是一个载体，而瓶子内的水才是精华。没有瓶子的水就会被蒸发掉，变成气体，换成另外一种形式存在。所以瓶子只是工具，但是工具始终是工具。你把外包装的瓶子弄得再精致，里面的水如果不纯，依旧没有任何意义。换句话来说，肉身只是假我，不是真正的我。真我是意识层面，或称之为灵魂。我们都是普通人，所以大多都是把肉身这个假我当成自己，留下了种种我执。为了满足假我这个人欲，贪嗔痴，求不得，怨憎会，待别离，由此种种导致烦恼而焦虑，再加上肉身的生老病死，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对真我产生忧愁和恐惧，终身不得安宁。而真我就在人们的无明和私欲中迷失后，即不得自在。现在很多人都会说，你要找到自我，也就是找到真我。真我即是本性，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。每个人本就具备一个完整的本性，也就是真我的存在。问问自己的心，又何必去找？只是有了灰尘，擦一擦就好了，然后再回归真我。儒释道一直都在告诉我们，必须认清人生这个真相。人生的终极能力其实就是借假我这个身体，修真我这颗心，这个就是借假求真。通过修行去人欲，明天理，知良知，从而把真物从假我中解脱出来，获得大自在。圣人之学都在于内求，但对于普通人来说，仅向内求并不足以让我们回归真我。只有知行合一，在亲身实践当中才有可能回归真我。这也正是佛家所谓的悟道，在儒家称之为格物致知，道家叫天人合一。佛陀的一生其实都一直在践行四圣谛。王阳明在龙场悟道之后，也一直在治良知。圣人是真的能做到知行合一，而我们仅是知识远远不够的，得要去实践。仅凭书中的道理是过不好这一生的。虽说书中借我大义，天地还我春秋，但书中大义须知，天地春秋虚行。何为本自具足？其实就是不断内求，达到内心空灵的状态。因为世上所有的真理都在你的身体里，在你心里，你不需要向外求。向外看，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放下所有来自外界的声音，放下头脑里的主观评判，只专注于自己自身，专注于自己的感受。你内心的声音，它会告诉你你真正需要什么，适合什么。它会带着你去到你想去的地方，去主动选择，体验你想要的人生，去不断完善提升自己的内在，去完成这一生要完成的课题。这就是本自具足。你本来就什么都有，只是被想遮蔽了双眼。佛陀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本自具足的，一切的健康、
快乐、富足、智慧，你想要的一切全都有，你根本就什么也不缺。可是结果呢？你看向当下这个现实世界，该负债的还是负债，该没钱的还是没钱，该没有脑子还是没有脑子。那让我们如何来相信自己是本自具足的呢？这个时候佛陀又说了，一切都是梦幻泡影，一切都是幻想，都是梦，都是假的。说是假的，那为什么我们会感觉如此的真实呢？今天这个影片我们就来把这些问题统统都搞清楚。咱们先说这个世界感觉很真实的问题。其实你觉得这个世界或者梦境真不真实，取决于你心的生灭速度。我们看电影的时候，明明知道它是假的，但为什么还会哭呢？因为你看到感人激动的画面，你就会哭，对吗？也就是你哭的那一刹那，你把它当真了，你才哭的。你看入迷的时候，你就会感觉有点真实，对吗？大家知道电影是怎么播放出来的吗？是这个胶片，也就是照片，一个照片接着一个照片的播放连续起来，就有流动流畅的动态感了。那达到电影这个流畅度，1秒钟要走多少张照片呢？多少格呢？是24格，也就是24帧。它的真实感就是半真实半不真实。我们来说一下内心的这个电影，心的这个投射现实3维世界的这个场景，如此的真实是为什么呢？它取决于我们心的生灭速度。心的生灭速度越快就越真实。什么叫心的生灭速度呢？就是你起一个念，灭了，又起一个念，又灭了，这就是心的生灭，一生一灭。这个一生一灭怎么去理解呢？你就可以理解为电影走的1秒走个24格，那电影1秒钟走24格，你知道我们的心1秒钟走多少格吗？也就是有多少次生灭吗？1280万亿次生灭。你没有听错，感兴趣的可以去查一下这个数字。所以你才看到我们这个世界特别真实，因为它生灭的速度足够快。生灭速度就是跟电影过帧一样，电影1秒钟走24帧，你都感觉那个电影有点真实了。如果1秒钟走了2400帧，你感觉这完全就是真实的3D 电影了，很真实，就像现实生活中的一样了。刚才说我们看到的景象都是照片，是看到它在你心中呈现的像，对吗？那你之所以看到这些像不动，那是因为你心的生灭速度足够快，实际上它都是动的。你用显微镜去观察它的时候，它是不是在动？细胞里面那个组成状态是不是不停地在跳动？所以它其实一直都是在动的变化的。那这就是无常。你心的生灭速度越快，你看着就越真实。如果你心的生灭速度越慢，你看到的就越虚幻。这个能理解吗？咱们做个实验试一下效果。你随便找一个东西，一本书或者照片都可以，你盯着这个东西看，把它看仔细了，仔细盯着看，看仔细能不能看清楚？这个时候
它的生命速度很真实，对吧？现在把这本书还那么放着别动，眼睛看着这本书，你刚才看什么还是看什么？现在把心往回收，把你的念往回收，收到哪里呢？收到你的胸口，眼睛还是别动，看着这本书或者照片，注意力别放在书上了，就注意力转移放到心脏的跳动上，注意力放在跳动的心脏上，这就是往回收。这个时候你注意观察一下书有没有变得虚幻，是不是又变虚幻了？这就是你心的生灭速度变慢了。你注意力往回收的时候，就是你不向外攀援的时候，你的心的生灭速度在变慢，它的速度降下来了，你看的东西就越来越虚幻了。而当你的心生灭速度再慢再慢，你看这个世界就不真实了。是不是觉得挺匪夷所思的？当你再收再收，慢到你的心念几乎已经不生不灭了。心经中有一句话叫不生不灭，就是达到那个境界了，最高的那个境界，也就是心清净的清明程度。达到最高境界不生不灭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外面一切都是虚幻的。波粒二象性大家一定都知道吧？就是你观察它，它就是粒子；你不观察它，它就是波。粒子就组成了物质，波就是空无。这就是为什么佛陀说一切都是梦幻投影了。了解了这个，就方便我们去理解佛陀说的本自具足了。在开始之前呢，请你先放下你二元对立的大脑，他喜欢下定义、贴标签、评判好坏对错，但是这对你毫无益处。首先我们看佛家、道家、儒家所讲的那些经书，包括医学还有科学，其实这些前辈他们都是苦口婆心的在给我们阐述说明一件事。当你完完整整的看过任何一部经书了，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，所有的经书其实它的本质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启发指引，唤醒我们所有的众生，找到那颗本自具足的菩提心，回到我们本来的自信光明。如果说一切的念头和事物全都是能量波的时候，根据能量波的属性，任何一个能量波实际是可以遍布整个宇宙空间的。也就是说，你的每一个念头都是一个波，不管善念还是恶念，它都会传播至整个宇宙，也就是我们的意念。这也是为什么佛陀说一滴水它就包含了宇宙的全部信息。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这就叫本自具足，一切的健康、快乐、富足、智慧、圆满，你想要的一切都在你的内在。那我们为什么活不成这种大自在的心想事成的生命状态呢？那是因为我们皆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的。什么是妄想？就是妄想借助了你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从而感受到了外界的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感受到了外面这个3000大千世界，生出了五毒和七情。当你对一个念产生执着、产生纠缠的时候，这一个念产生的认知就障碍了我们和最高维的那个智慧之间的关联。
实际上，这些世界的万事万物，就是你的心通过感知而投影出来的，它们都是一个假象而已。而真实的投影源在你本自具足的最高维的智慧中，而我们的认知把我们限定在了这个维度的生命状态里面。而当你把这个维度的认知从你的意识中拿掉的时候，你就会获得更高维的智慧了。所以所有的修炼都让我们做一件非常简单的事，就是去杂念。还记得上面说的往回收吗？这就是通往连接高维的路线。所以往外看就是一堆粒子或者波在玩游戏，然而你却全当真。这种感觉就像在做梦，却不知道自己在做梦。梦里也有人事物，有时间，有空间，但都是你的一念所化。一旦当你知道你在做梦的时候，你就会醒来了，这就叫觉。而当你能够向内观时，恰恰就是你觉醒的开始。当你不再向外求的时候，你恰恰就拥有了所有的一切。当你知道你所有的外向都在帮你觉察你的内在认知的时候，当你知道内在认识进行转化颠覆的时候，你就能当下跟你的高维连通了。当你当下跟高维空间的智慧连通，产生同频共振的时候，你就会出现一种状态叫法喜，也叫寂静之乐。体验过法喜的人知道，它比三维空间的快乐有意义的多。而法喜能够让你不断地从你的内在获得生命的能量，所以生命的源泉来源于高维。因为每高一维，快乐和智慧就会多无穷多倍。5位比4维快乐，6位比5维快乐，所以天堂有不同的层次，我们就能够理解佛学为什么有大梵天、自在天、倒立天这样的层次的描述。当你真的找到了你自己，那颗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的菩提心的时候，就真的拥有了一切。绝大多数人不愿相信，或者没有能力相信自己本自具足，因为他们依旧过着匮乏、暗淡、烦恼、挣扎的人生。而觉悟的人深刻地理解了本自具足的原理之后，能够主动地发挥自己生命潜能，活出丰盛富足的生命状态。其实本自具足并不是说你外在拥有的一切，而是在说我们内在的觉性。因为玩家都是共用同一个觉性，它有显化一切外在的功能。这个觉性，这个显化一切外在功能的玩家是本自具足的。觉性它本来就清净，玩家每一个当下都是它的作用显现。因为我们都具有觉性，所以我们都可以开悟，可以看到事物本质，可以学习善知识，可以清净。我们内在本来就具有显化一切的功能，我们具足的是这个功能，而不是外在本身。所以我们常说的命里有时终须有，那只是因果。在游戏里遭遇到什么事物，失去或得到什么东西，它都有因果。你种的什么种子，自然就会结什么果。但这都是向上的生灭，因为香它一定会有生住异灭，而不生不灭的就是玩家本来的觉性，而它能显化森罗万象的功能是永恒不变的。你想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用，
因为每个当下它都在。就像我现在能想一枚硬币，那我内心就会出现一枚银币，甚至我睡着了还能做梦继续想。这就是觉性本自具足的功能。那我们如何才能激活和利用好这个功能，让外在丰盛富足呢？你只需要不断的给予，就能不断的得到。但是绝大多数人是颠倒过来的，一生都在不停地向外抓取的一切东西，比如想要爱，想要智慧，想要幸福，想要财富，就会向外不停地攀援抓取，但是通常会很难抓取到，就算抓到了，将来也会通过某件事情漏掉，搞得自己更加烦恼。其实你根本不缺少这些，你本来就拥有显化这一切的能力，你拥有无穷无尽的爱、智慧、幸福、财富，都是在你一念之间就可以生成的。爱出者爱返，当你把爱和智慧奉献出去，你就能激活更多的爱和智慧。你帮助别人创造幸福，就是给自己创造更多幸福。你本来就拥有财富，你拥有创造财富的一切能量，财富就是能量的变现而已。你只是被你的大脑分别对立评判之后，贴上了匮乏的标签而已。所以越匮乏就越颠倒向外抓取，而不是向内求，提升内在能量。本来外在事物并无好坏，但所谓的好坏、善恶都是自己的觉受、分别、执着所决定，而这种分别都是玩家的业力习气所主导。能量是守恒的，你习气越贪，你就内在越匮乏。你越想得到快乐，你内在就越痛苦。所以人为什么要慷慨的奉献、付出、给予、分享？人为什么要向内求？大部分人活得很空虚，很挣扎，不停地向外抓，去满足自己的贪欲。一次次的满足带来短暂的快乐，又一次次被更大的欲望所吞噬，永远在追逐，永远烦恼痛苦停不下来。人为什么会活成这个样子呢？因为他心中的匮乏感主导了人生，忘记了自己本自具足的能力。匮乏感本质上是大脑思维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，以分别执着，不管是好是坏，你只取一边，不断的评判对立，不管好的坏的，只要一执着，就一定会产生烦恼痛苦。当你说我缺少什么，我不该怎样怎样，你到底爱不爱我？你就是困在匮乏感里了。这种内在的习气画地为牢般的束缚你，限制你，让你很难彻底激活的对爱、智慧、幸福、财富的深刻体验，一直在低维度的人生困局里徘徊。而当你不执着的时候，自然就没有烦恼。因为不执着，所以内在能量通常不断涌现，这就是本自具足的显现。而奉献、付出就是对冲你的贪心、执着心、抓取心。而匮乏感对于很多人的人生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。比如为什么有些人一生感情不顺情路坎坷呢？实际上就是源自内在对爱的匮乏感。越是觉得缺爱的人，越会把爱推开，因为在心灵底层的潜意识深处，
缺爱的人根本不相信自己是一个美好的存在，不相信自己是值得被爱的，是可以幸福生活的，从没有真正的接纳过自己。而有的人在没有爱的时候极度的渴望爱，然而一旦进入亲密关系，就开始恐惧焦虑起来。所以女方一般表现为不断的试探测试伴侣，各种无理取闹，肆意恐吓伴侣，而男方大部分的表现形式就是无底线的舔。但无论是情急之下脱口而出的分手，还是最后舔到一无所有，或是与他人暧昧而疏远伴侣，都是由于内在强烈的匮乏感，害怕因爱的更深而受伤更深所产生的保护措施。所以这种对爱的匮乏感就导演出了一幕幕狗血的爱恨情仇。而金钱的匮乏感也是这样的，不断的抓取，不断的漏掉，最后甚至背上了沉重的负债。所以请各位玩家一定要记住，你的匮乏通过在外一定找不到答案，是你的执着心将自己本自具足的功能给屏蔽了。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到底适合做什么，人生很迷茫。其实你只需要找到你热爱的，你擅长的，你感兴趣的，同时又能够帮助更多人的事，这就是你的天命。因为热爱所以坚持，因为利他所以利己，而在这个过程中，你能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爱、智慧、幸福、财富都只是必然的馈赠。因为你本自具足，本自具足在佛家理念中，意思是自己已经具备圆满的结果。通俗地说，就是自己的内在什么都不缺，所以不必过多计较外在的得失。真正有智慧的人，是活出了本自具足的人生状态，这种状态又称之为明心见性，也就是活出了本来面目状态的自己。一个真正有悟性有悟处的人，是不会羡慕别人有多高的智慧，也不会轻蔑别人是多么的无名愚痴，因为人人都本自具足，具足一切智慧、功德、慈悲、大爱之心。每个人的心都是一样平平等等的，不存在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。反观现实生活中，为什么我们没有活出本自具足的自己，总是被现实中的一切所阻碍呢？因为我们都迷了，迷在自己的思想牢笼里，跳不出来，心就无法自在和解脱。当你回归本心，心就像一面镜一样，一切照得了分明，万事万物都是你心中显出来的影像。你发动一颗爱心，在相众回馈给你的便是爱心。你发动一颗贪小便宜的心，回馈给你的是小便一记大亏，最后得还回去。所以你是什么样的心呢？当然自己最清楚不过了。只有向内求，见根源，才能明心见性。众生之相，你我他之相，物质之相，时间之相，就是这些相让我们的思想固定在了这个圈圈里，让我们的心活成了奴隶。那这个烦恼哪来的？是你误会了，是你的执念定义的一个错误的概念而已。所以说误会了就迷了，如云雾一样遮盖了我们前方的视线。
让我们看不到太阳，看不到自己那颗本自光明、圆满清净、自在的自性本心体。众生皆迷，因不实的本心，把幻化出来的香物当成实际实有的东西，从而颠倒妄想，执着贪取幻有中的一切。这些违背本心的习性，皆随着幻因幻果、幻生幻死而往受六道苦海之轮转当中，无法处理。所以一切是非善恶好坏，皆是随缘而定，依本心而定。色空本一体，相容无碍，随缘善行，做自己世界的主人，方能无修而修，无正而正，自得其乐无穷。感恩相遇，祝福所有。在佛学中就是烦恼即菩提，每一个生活中的困扰都是来给你增加智慧的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本自具足，所有生命中看到事物或事件都只是一个相的呈现。如果再向上面执着、困惑，你就会把自己困在这个事件上，最终把自己带入到痛苦。所以让你痛苦的不是别人，而是你自己。那如何面对生活中出现的烦恼呢？直接从源头解决，改变投影源。投影源一变，外在所有的事物也都会跟着变。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最核心的点也是在心法上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心就是那个一。当你允许一切发生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自信的本质并不是做完美的自己，自信的本质是接纳自己的一切。当你懂得允许一切的发生，才会知道过去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生命独有的体验。生命中是需要整合一切为之服务和创造的。比如在感情上，你不缺爱，你有爱自己的能力，你跟谁在一起都会幸福，不怕任何人的离开。即使有人离开了你，你依然也能过得很好。突然有一天，有个人闯进你的生活，打开了你封闭的内心，敞开心扉，让你相信真正的爱是可以期待的。其实你内心渴望遇到一段美好的爱情，彼此了解，坦诚相待，互相成长，互相成就，直到修成正果。直到你探索内在的小孩，才明白是自己内在的匮乏，缺乏安全感，才会期待他人的关注，索取他人的爱。当你理解后，想要了解一个人的时候，机会就悄无声息地走了。所以你顿悟了一个原理，不要患得患失，不要惧怕任何人会离开。这个世界往往是你越不害怕什么，越不会来什么。你越不害怕别人离开你，别人越是不会离开你。你越是爱自己，越是会有人来爱你。你越是去祈求别人的爱，往往越会事与愿违。当我们内在圆满具足，外在才会丰盛富足。你内在越是不缺爱有安全感，越是爱自己，外在越是不会患得患失，别人反而越是会来爱你。这个世界的规律是你给出去什么，就收获什么。如果你给出去匮乏，就收获匮乏；如果你给出去不安全感、猜疑，越是会如你所愿，
越是会收获到那样不好的结果。想要别人来爱你，就必须先爱自己，让自己充满能量，让自己内在丰盛富足，富有安全感，外在自然会收获满满。生活中的大多计较，来源于自己认为自己缺这个缺那个，不然就会有什么下场。其实每一个生命本自具足，不需要从外边往里拿，意识到自己什么都不缺少，由此不需要向外界索取，本身就可以散发光和热，自成小宇宙。结合现实，就是把自己的心照顾得很好，内心有太阳，眼里有光，并且感到自我满足和由衷的喜悦，同时可以散发光和热去温暖周围的人，这样就是一个独立而完整的人。当你本自具足，你只需要每天每刻主动地去创造美好的画面，你只需要不断地给予、分享、释放、付出、奉献，就能创造一个全新的正向的美好的业力系统。想要爱，不是等待别人来爱你，要求别人来爱你，在爱而不得中抱怨愤恨，而是让自己成为爱，主动释放爱，你就会收获爱。你的生命本身已经拥有爱，幸福、智慧、财富，这些东西在你一念之间就可以生成。把你的爱奉献出去，你本身就能得到爱的回馈。把你的智慧奉献出去，你就会激活更多的智慧。你本来就拥有财富，你拥有创造财富的一切能量。财富就是能量的变现而已。本自具足最大的敌人是匮乏，因为匮乏所以恐惧，所以拼命地向外抓取。当你说我缺少，我不配，我很难怎么样，你就是困在匮乏感了。这个限制性的信念就像紧箍咒一样局限你，一直在低维度的人生棋局里徘徊。比如很多人情路坎坷，就是因为内心对爱匮乏，不相信自己值得被爱，所以在没有爱时不敢去爱，在得到爱时又疯狂索取、试探，去证明爱或者失去自我，去留住爱。从今天起，相信自己本自具足，去成为爱，去释放爱，去做自己一切想做的事情，回归内在。当有一天你不需要被爱、被理解、被认可、被关爱、被在意、被尊重、被需要，你知道外在只是一面镜子，所有这些只是你没有爱自己、理解自己、认可自己、关爱自己、在意自己、尊重自己、肯定自己。外在只是反映你的内在，你只需要把自己内在改变，改变投影源，幕布上的向自然改变。此时你发现原来你本自具足，你开始变得强大、自信、宽容、笃定，并且心想事成。你的快乐是这个世界最大的慈悲，你内心的喜悦是所有生机的源头，你对自己深深的爱是克服一切困难的力量。你要明白，我是一切的根源，爱是一切的答案。在飞快的时代里，
不妨停下脚步，一人一茶一书，回到内在，回到本能，回到生命之本源，重新激活爱能量和财富能量，再战江湖。金钱来到身边是为了让我们幸福，幸福从满足中来，满足从感恩中来。看到缺乏会变得更缺乏，看到已有才会变得更有。日日感恩，让自己满足，才有更多的丰盛富足。我们越感恩越富足，我们越感恩越幸福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本自具足。我祝你活出圆满自足的自己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